多喝热水包治百病肯定不是真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确实常听到有人对生病的人说多喝热水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关心。多喝水，尤其是温热的水，有时对某些病确实有缓解症状、加速疾病恢复的作用。比如某些腹痛，多喝一点水，尤其是喝一些热水，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。便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症状，大便干结确实会导致排便困难。那么通过多喝水，能够起到软化湿润大便的作用，有利于便秘的缓解。对于一些感染性的疾病，比如感冒了，患者通常会有鼻塞、流涕，甚至发烧的症状。多喝热水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加速身体的修复，因此能够促进疾病的恢复速度。多喝水对健康是有利的，但是应该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注意选择水的种类。日常多喝水应该是多喝白开水，或者是一些淡茶水，切记不要喝浓茶、浓咖啡，或者是一些含糖的饮料和碳酸饮料。第二，要注意水饮用的温度，建议饮用温开水，不要喝过热、过凉的水，以免造成胃肠道的损伤刺激。第三，要注意饮水的量，每个人对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，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做调整。一般我们每天成人的饮水量在1500到2000左右。导致儿童性早熟吗？不会，催熟香蕉并不会导致儿童性早熟。果农在青香蕉中加入一种名叫乙烯利的化学药剂，用于催熟香蕉。那么有人就会担心，这种催熟剂会不会导致儿童性早熟呢？其实是不会的。乙烯利是一种高效的植物生长调节剂，它具有促进果实成熟、调节部分植物性别转化等等效应。它溶于水之后散发出乙烯气体，可以诱导香蕉产生自身内源性的乙烯，从而加速自熟。而乙烯是天然植物激素之一，即使不使用乙烯利，植物在自然成熟的过程中自身也会产生乙烯。由于达到自然成熟的水果在保存和运输上有较大的难度，所以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，人们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，果农呢会在果实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摘，之后再利用乙烯利进行催熟。这项催熟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和安全，并且被广泛的采用，大家不需要过分担心。乙烯利能够催熟香蕉，但并不代表它可以催熟宝宝。性早熟呢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和外周性性早熟。中枢性性早熟是由于下丘脑的脑病变、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等所引起的，而外周性性早熟常见的原因呢，就是摄入了过多的外源性雌激素。然而雌激素呢属于动物激素，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它是两种不同的物质。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作用于植物，但无法作用于动物，因为激素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呢是有前提条件的，细胞中必须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应的蛋白质，也就是激素受体，才能与它相结合，激素才能发挥作用。而人体细胞中呢并没有植物激素的受体，所以乙烯无法调控人体的发育。综上所述，催熟香蕉并不会导致儿童性早熟。催熟香蕉使用的乙烯利毒性低，并且水溶性好，使用流动水很容易清洗干净。只要香蕉上残留的乙烯利并没有超过国家标准，并且呢在吃之前仔细的用流动的水清洗，就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。